Hello，这里是思想实验室，我是执长国威，我是主编盛威。今天我要来谈一个盛威可能不太喜欢的主题啊。我不太喜欢吗？我以为很多主题我应该都很喜欢才对。你喜欢喝酒吗？我还好。你还好是不是？对，但你有抽烟对不对？对，我抽烟是啊，因为常看到你跑到办公室外面抽烟。对，我们办公室后面比较方便啦。对，好，那不过抽烟是个人的选择啦，喝酒当然也是。但是在健康上今天要聊的话题可能会让盛威有点不太舒服啊。Anyway， 好，我们来聊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抽烟或者是喝酒？那大家应该会发现就是我们去买烟的时候，烟盒上会有很强烈的警示的这个图像，可能是某人的癌症的肿瘤，或者说肺烂掉了，手烂掉了，肺烂掉，手烂掉，各种烂掉。对，然后有大的警语，抽烟有害健康或是怎样的，对不对？烟盒上都有吧？对，好。但是大家有看到酒标上有这个东西吗？广告有，广告顶多就是饮酒有害健康。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但是你没有看到有人的那个肿瘤的图片放在酒上面。你看，红酒很漂亮，对不对？对，上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设计，很多人都会收集那个酒瓶上面的。但这件事情应该是跟你是否把酒精当做一种毒品吧？因为烟这个烟草这个东西是会被当做一种毒品、有害物在看待的，但酒精好像没有啊。但酒精不是吗？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问题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酒精这件事情。其实有一则消息呢，最近又变成新闻，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就是川普最近又退出的这个 WHO， 也是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加入的这个 WHO。好，他们呢他们有发一个警讯，然后又变成新闻。警讯就是没有任何程度的饮酒是安全的。好，那我后来查一下，发现没有这个他们2022年就发过，2023年也发过，2024年也发过，所以每一年都有这个相关的事情。是，也可能不是他们发，但有可能他们就是再次强调这件事情，或者说在某些戒酒的宣导活动上再次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任何程度的饮酒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安全的。听到这边，可能很多人开始纳闷，不对啊，我们之前不是听过很多的科学研究说什么？你说喝红酒吗？喝一杯红酒对心脏比较好啊，对不对？或者说喝一点啤酒可以怎样啊？因为我知道，你知道吗？我看到这种数据，我都是就像是抽烟有害健康，我通常也都会当你也是忽略它，我也通常都是忽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就要讲到那个检测方法的问题。其实要生产出一个你觉得可以的数据，就是一定找到方法生产出你需要的数据。就是为什么烟商公司，比如说我们去看很多的烟草的研究，比如说之前很红的电子烟跟那个加热烟的研究，你就会发现后面是谁在帮他们，就赞助他们做研究，是美国那个 Tobacco 公司。其实这个一方面有问题，一方面有很合理。对，因为这个除了他们要支持研究，愿意花这个钱之外，谁愿意花这个钱？是。但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大的问题。但他们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不可能直接叫人抽10年烟嘛，对，所以他们就是用那种数学模拟的方式去出来。所以那些数据，你说它到底代表了多少的真实性？它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你要资料也必须要是公开，要被可验证、可再现嘛。但你说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状况？我存疑，或者说它只是被做出来作为一个 bargain 的手段呀。那就是说，我们当然这个可以待会就来讨论。那有些人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的这个警讯，就是没有任何程度的饮酒是对你健康有益的这个说法呢，大家反应蛮两极的。有些人当然就认为说，这酒精的害处是被夸大的。那有些人认为说，那也要更严格管制啊。那既然危害那么大，为什么不像烟一样？好，对不对？上面要贴上一个很恶心的肿瘤的照片呢？其实我之前还有一个讨论是，如果你看酒驾肇事造成的死亡跟抽烟造成的死亡，如果你要用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其实酒精是大于
尼古丁的。哦，对，因为很少人说烟后驾车造成什么危险，自己抽死的比较多嘛，抽死的比较多。对，然后二手烟现在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对，但我们现在已经把就抽烟的人当做就是次等公民嘛。我每次在街上，我都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一口烟，就是躲在那个角落？你算是有自觉的啦，但很多人其实没有自觉啦。对，这个我们待会再聊。好，那 anyway， 其实我是看到有一支影片。来自于 How Town 这个频道 ，How 就是浩哥那个 How，Town 就是城镇那个 Town。是 How Town 这个频道，其实它的主创者也是来自于我们都很喜欢的 Vox Media，然后他们独立出来之后做的一个新频道也是谈很多生活中的科学。它有一支影片叫 Is Moderate Drinking OK？ 就是稍微有节制的喝一些酒是 OK 的吗？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频道是算是一位知名作者，法国人一位很漂亮的科学家，OK， 他的一个频道叫 Glucose Revolution， 就是葡萄糖革命，他有一支影片叫 How Alcohol Impact Your Body and Brain， 酒精如何影响你的身体跟大脑。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因为我看了这两支影片之后，觉得蛮值得聊聊的，所以今天就找盛伟来聊一下，酒精的危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以及我们的政府是否管得太多了。那首先我们要聊一下，就是一开始我们谈到的少量饮酒到底对心脏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好，我们先不要看那个科学证据 OK， 就你现在认为，你说我觉得喝酒对心脏是好的还是少量饮酒？少量饮酒就是像我们可能听过的，就是我觉得饭后晚餐时候喝一小杯红酒这样子。是，你觉得呢？那你干嘛要喝那一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不够瘾，不够爽。对啊，因为你刚刚谈到喝酒，我想的都是好饮，或是就是2杯、3杯。店小二来过，对，来过二锅头啊，然后在那边倒。你是张飞还是关羽啊？这样的哇，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概念是源自于，如果就是一小杯的话，那个浓度很低耶，它对你身体。你说进到血液之后稀释之后的酒精乙醇的浓度是这样？对啊，然后就当作是没有了吧，对啊，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什么饭后来一杯小杯的酒，你讨论这个东西健不健康？你这不就只是一个话术，要卖你红酒吗？这根本不需要，因为你也没办法验证啊。我今天就算没喝了，跟我每天都连续喝，它到底对我身体里面有产生任何指标性的影响吗？我感觉没有所以我对于你说的蛮对的耶，这倒是一个。但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听过这个一天喝一小杯红酒对心脏好的说法。对，其实这个说法流传蛮久了，甚至好像某一段时间，连科学界都认为这是一个共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个是。饭后来一杯就是给自己一个借口嘛。科学家都说这个对心脏心血管好嘛，对不对？但我必须说，这是我的亲身经验，就是喝红酒我会比较容易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说喝啤酒啊、喝威士忌啊、喝其他的东西都没事，就是你有喝那种酒精浓度更低或更高的都没事，但是你是红酒比较容易醉。对，那我会觉得红酒里面可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物质，就是葡萄酒、红酒类有一个不一样的物质，可能是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所以我相信特定的酒类可能对身体会产生一些影响，但那个东西应该不是酒精给我带来的，而是那样的一个产品里面可能天然就有一些什么东西。说不是因为它是红色的。就这样吗？对，你是一只牛，我是牛，就是红色就会受不了的。谁知道了？对啊。好，那在 How Town 影片中，他们引用了几项大型整合分析，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meta analysis， 后设的分析。那很多的研究嘛，有很多的资料嘛，然后科学家就会再把这些各个研究的资料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你就获得超大笔的资料，然后来做这个分析。好。然后就发现了蛮多少量饮酒对身体有益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就这样子印刻在大家的脑里面。因为很多新闻媒体报道是，然后大家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很好借口，你知道吗？对于想要喝酒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哇好棒哦，我终于抓到一个研究了，支持我。
饭后小酌一杯，是好，那我小酌2杯应该也没关系吧？小酌3杯说不定也是 OK， 反正它有些正面跟一些负面或许就抵消掉了嘛。好，所以就是当它有一点点好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想要喝酒的人就抓住这个事情。是好，但是这个分析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一个统计上的错误。我看到之后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它有一个 J 型曲线， J 型曲线就是如果说你是完全不喝的人，你的心血管危害可能在这边，在比较高的，对，比较高的这边，但是也是蛮低的，然后你是稍微喝一点点的人，你心血管的危害的那个风险权向下降一点，然后你又开始多喝的时候，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又增加了，所以一个甜蜜点就是那个喝一点点那边，你完全不喝还不行哦，你喝一点点最棒哦，最棒了。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说法流传就是这样来的，就这个 J 型曲线，一个打勾这样子。但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可能会有统计上的问题，就来自于你要不要先猜看为什么会有这样 J 型曲线？你要我猜吗？你用猜的，我觉得你可能会猜中。应该是有节制的喝酒的那一群人，他的生活习惯比较好，所以他的心血管疾病比较低。我猜是这样，蛮准。你有一半原因是这样。好，是。其实先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统计上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曾经酗酒的，或者说他本身健康原因他就不能喝酒，可是他就被归类在那个不喝酒的那边。可是他就是因为曾经酗酒，然后身体已经不好了，又或者说他本身健康就不好。所以他本身这个心血管的风险本来就是比较高，好，或者说罹患相关疾病的风险就比较高，所以他会比喝一点点酒的人稍微高一点，因为这些人被归在不喝酒的地方。那为什么稍微喝一点点酒的人，这些他的心血管风险会比较低呢？因为这边有很多人他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他可以喝一点点酒，然后他也有自控能力，然后他本身因为环境比较富裕。所以他比较有获得比较好的医疗，所以他的疾病的风险或者什么就比较低，是，所以反而是一些这些大家本来没想到的因素在影响。就其实你刚才有讲到这个重点，对。那所以当你没有去把这些混淆因子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我们看到这个 J 型曲线。要喝一点酒哦，对，但你不知道风险最低，但你不知道人家喝一点酒其实是。我有钱，我想小酌一下，舒服一下。我是有管家的，对。你喝酒是每天晚上必须去 7 想说，我到底要拿2罐，就是有打折的，我才要拿的那一种状态。就是说，这群人会被同样归类在小酌那边，当然不是说小酌这边所有人都是这样。对，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 confounding factor 就混淆因子把它隔开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所以许多早期的这种观察型研究，当然不是随机分组研究，观察型研究，它有太多的混淆因子在里面，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实验室，对你没办法控制变异，像鱿鱼游戏一样把人家关起来，对，好，所以你就把这些非终身不喝酒，或者然后可能他之前酗酒啊，等等，就都算成零喝酒，就完全没有喝酒的人。然后或者说把那些健康情况本来就有一些隐忧的人也都算在这一组，所以就让不喝酒组看起来稍微的比较不健康，所以这个 J 型就这样子跑出来了。那为什么会有些研究宣称这个每天一杯能延年益寿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每天喝一杯，好。那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财富啊、教育水平啊、生活形态啊，都相对比较优渥一点点，所以就反而被这些因素给扭曲了。那这些人呢，本来就会比较长寿，他说明喝这一点酒是有减损他的健康，是，可是他有其他的因素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或寿命，所以对包括医疗资源啊、经济条件啊，所以并不是因为酒精带来的保护效益。那国威，你要不要猜猜看，为什么我刚刚会一次就说出那个第2个条件？对啊，你为什么一次要猜到？因为我做很多，我之前就是做研究的时候，就是有做这种社会型的统计，然后你会发现，你任何社会现象归因到最后都是社经地位。其实真正的变因是社经地位，没有其他东西。我好像听过你讲过教育的
对学生的程度的研究。对，然后你接下来就会再问你教授一个问题：那所有人都是有钱的就会越聪明，那我是不是发钱给他们就好？他说没有，但是这些研究，这些要改变社会研究，就是要排除掉这一个最大的变因之后，就是你刚刚说我们要把混淆因子给排除掉，去看那个真正能帮助到人的因子到底是什么？除了发钱之外，对，除了发钱之外，不然。这种研究荟萃研究，你看一看，你都会发现，它基本上在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其实那个你觉得比较好的状态，他就是有钱人；比较不好的状态就是没钱人。其实背后大概就是讲这件事。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并没有啦，没有啦。那其实我们还是要聊一下酒精对大脑还有身体机能，它真的造成伤害吗？因为其实喝酒已经是我们社会风俗或是人际交往上很重要的一环了。好，那大家尾牙啊、春酒啊、朋友聚餐啊、唱卡拉 OK 啊，随便，其实喝酒是很普遍的一个行为。虽然说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年轻人喝酒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但其实喝酒在社会上并没有被认为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对，它反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对，而且是一种品味的能力，对不对？然后你要有人就是上什么红酒课啊，威士忌课啊，对不对？好，那。在 Glucose Revolution 的影片当中呢，有提出也简单说明了，就乙醇嘛，其实最主要酒里面真正对人体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乙醇。那乙醇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毒，那进入体内之后呢，会被肝脏分解成乙醛，那更毒。对，然后还要再转换成乙酸，但因为这个过程会消耗肝脏的大量能量，而且在分解没有完成之前。它会持续的伤害我们的身体，那而且它又能穿越我们的血脑屏障，我们这个 blood-brain barrier BBB 穿越这个护脑神山，所以短期之内它会刺激多巴胺跟血清素的分泌，就让我们感觉很愉悦啊，很放松。就是这个血脑屏障，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把不好的东西挡住，但就是我们被称作毒品的，还有这个酒精，它就是挡不住的东西，对，所以它才能够成为毒品。对，没错。好，所以那神经元会因为反复接触乙醛、乙醇受损，导致我们的脑部老化加速。所以只要一天一杯就足以造成我们的大脑萎缩速度提升。当然不是每个人会喝一喝就昏倒了，但是它累积是一直。这个伤害是一直不断的累积，所以就是，并不是说你喝一喝，然后代谢完没有，那个伤害是在的。所以就是喝越多脑越惨，喝越多脑越惨，哇，是真的假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喝越多脑越惨。那到底原本大家觉得说有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呢？因为我们可以说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害，但是难道它真的没有一点点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吗？我必须说你各位听完刚刚那个血脑屏障穿过去会让你脑残了，我们还需要讨论它会有健康的效果吧？对，很多人还是想紧抓住这个，就是要紧抓住这个，就为了喝一点酒，为了喝一点酒。好，那有后来的这个大型研究就是发现，把所有的这些干扰因子都排除之后，1-2杯酒虽然其实在统计图表上造成的这个危害也不是那么高啦。但是它一样是微幅的提升心脏病跟癌症的机会，但是它并没有就没有原本大家所以为的有任何正向的保护效果。它没有问题那么大，你喝一点点，但问题没有，这其实就是变成一个线性，原本的 J 型曲线就不见了，它就变线性。所以你喝一点酒，其实危害不大了，但它的伤害会累积。好，然后保护效果并不存在。然后，如果说你有家族性的癌症史啊，或是阿兹海默症的倾向啊，即使只有轻度饮酒，都会有可能大大增加后续罹病的风险。是，所以一天一杯红酒保护心脏这种旧观念呢，需要完全被舍弃掉。OK， 好，对，这其实就是好。今天我说会让盛威比较不开心的，没有，我很开心，因为我本来就不相信这bullshit了。对，但是你是属于那种你也不相信，但是你该喝还是会喝嘛，对不对？对，因为怎么讲，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或是喝咖啡吧，我觉得喝咖啡可能会比较中性一点。你去品尝它，或是你去经历这件事的时候，你是要那个体验的感觉，这个是一个你很难去从别人的书中或是怎样得到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会很乐于去尝试新的
迷幻蘑菇之类的，我没有，并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好，没有，没有。对，我们之前也有做一集迷幻蘑菇，大家可以到范克 LSD 的那一个。没有 LSD 还没有谈到，先谈迷幻蘑菇。OK， 但是相近的，对，都同群。对对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需要政府用更严苛手段来管制的地步呢？因为就没有那种你喝一点点对健康有益这种事情嘛，那科学上已经被驳斥了，而且它是一级致癌物。我们大家不是三不五时会听到说啊什么叉叉致癌啊，大家好危险哦。不是啊，可乐是3级致癌物啊，可乐要不要禁呢？没有3级啦，就是说其实当然就2A2B 嘛。好，那很多2A2B 其实证据都还没有那么明确，比如说前是讲代糖嘛，泡菜嘛，对啊，咖啡嘛，噪音嘛，对啊，好，各式各样紫外线1级嘛，哈，但就很多东西它是2级致癌物，2A2B，好。那1级呢？1级就是明确的，对啊，它没有可能致癌这种事情，它就是致癌物。好，可是很多这种直接致癌的1级的东西，我们好像蛮轻忽它的，特别就是酒精。没有啊，那个烤的香香的面包，你要不要吃？焦化的东西你要不要吃？那也是1级致癌物。对，就焦掉的东西。你为了红肉啊这个，对，就是你被这些东西阻挡，因为我刚刚会讲，我很想要那个。与众不同，就感受那个不一样东西的经验，就在这边。就是它即便是个毒，我也想要试试看的那一种感觉。对啊，这个其实就跟经济学或社会学或哲学都有不同面向来切入。对，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类，这是我们的自由嘛。如果我们没有影响到他人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被限制？对，所以在酒精，我刚刚会说是以酒驾来讲这件事情，就会是因为它造成了别人的伤害。对，然后还有一点，但是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你喝酒，比如说以台湾，我们有健保，你喝酒就提高你罹癌的几率啊，你提高你或者说意外伤害的几率，然后健保就为了你，不是为了你啊，就为了喝酒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然后这时候成本是大家就因为是全民健康保险嘛，所以这个是全民在负担的，所以这时候就会讨论到。那我政府是不是应该要介入来阻止大家喝酒，就像阻止大家抽烟一样？是，但我这边刚刚那个这顺着这来讲，就是 OK， 我们今天就把1级致癌物全部都禁止了，然后接着把2级致癌物，就是跟你讲，你每天只能够使用它，可能多少每个精准的多少 ppm？ 对对对，那个世界你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管太多了，或者说那是一种压迫，或者是？对啊，到底什么程度我们会认为管太多，还是说只是一个社会上约定俗成就可以？因为其实很多这个伊斯兰国家不能喝酒嘛，好，那很多国家因为其他宗教因素不吃某些肉嘛，或者说某些料理必须要用特别的方式处理，对，然后他们的社会就接受这件事情，好像就还好，对，但会不会说其实我们现在习惯这个社会并不是正常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么喜欢喝酒跟抽烟，其实是被运作出来的，所以我们反而应该要强力的来阻止这件事情。有可能，因为我刚刚想要讲的应该是说，我先讲刚刚国伟讲的这个状态好了。这个状态就是说，可能有某些资本在背后操作了广告，操作了一些媒体，让我们觉得，我们当然都知道，对，这我们都知道嘛。就以前那个。电影里面的抽烟都抽得很帅嘛，那个现在还是很帅。然后最明显的就是 James Bond 的一定要喝一杯那个不加冰不摇的那个那叫什么 Stir not fry 这样。对，反正就那一杯鸡尾酒嘛，那他一样也是要去他的酒的调配品。那我这边在说的事情是，如果我们都把它限制住了，那会不会出现像是之前不是对岸不是那个他？在某一天，然后打开一个蛋糕，然后出现一个坦克，然后他觉得很开心，然后接着隔天就被封号的那一件事情，会不会出现这个状态？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被禁，因为它从来都没出现在我生活间过。对。然后接下来这东西重新出来之后，它反而变成一种大家就觉得这东西好棒哦，我就来玩玩看。另外，那种就是你说的这个禁锢理论嘛，对，就是我们越禁，大家越想要。对。那包括美国也有曾经很长期的禁酒令嘛，因为它就转向地下化，于是它就甚至变成一种货币。对。因为
酒它本身有可以保值、可以储存，是好变成洗钱的方式。好，其实中国也是嘛，他们的那个茅台之所以可以标那么高，也就是也是同样，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嘛。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该不该纯粹因为健康的因素？因为其实要说健康的因素的话，现在就证据很明确，酒它真的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就要开始检视说，那我们现在对于酒整个社会的接受度，甚至是一种鼓励，甚至是一种崇尚，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介入的？那政府该用什么方式来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该讨论。但我觉得其实就我现在其实越来越少参加有喝酒的聚会了。不是因为我年纪到，是真的局越来越少了。对，请大家常约盛辉出去。不是，我没有要争议。他表示他现在需要很多的喝酒的朋友。不是，是以前出去可能会约 KTV， 然后会喜欢去可以喝酒的地方聊天，去 bistro 吃饭。但到了近期，其实你越来越少约这样的地方，反而都变成健康活动，也对。你健康的活动，对啊，就是健康活动。然后社会的风气的确，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的去跑夜店啊，跑那个 pub 啊这些地方。对，我是说以我的感觉上，所以我觉得好像的确新的流行有在慢慢起来，就是不觉得喝酒跟抽烟，我觉得抽烟是被歧视最严重的，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觉得？对，我们就以台湾现状来说好了。抽烟会起码它上面会有这个很恐怖的图像嘛，对不对？很大的这个警告标语。那你觉得酒是不是应该要一样？起码对照，你还是可以卖，但是你这酒标上就是要给我贴上大大的这种癌症的照片，或者说喝酒会得阿兹海默症，就对标。如果你谈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文化的问题。对，这个真的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类比。我现在直觉想到，如果那个酒上面印了那一块东西，我会觉得好怪，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对，我没办法想象。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烟盒上面是这样子，烟盒上面是有，你知道以前也曾经没有。你知道烟盒是逐步占据那个版面，逐步越来越大，这样。对，它一开始只有小小一点，然后你就是国外，你知道，比如说日本或德国，他们的烟。他们是整个版面都是，对，他们 Marble 就是比如 Marble 德国 Marble 只有 Marble 那一行字，然后上面是那个一个人的肺，然后就整个烂掉，然后在上面就 smoke bad， 对，对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嘛，对，那个原本烟是在飞机上也可以抽啊，对到处都可以抽嘛，然后渐渐这个越来越大，可是酒都没有，那你觉得酒会不会？渐渐走这个趋势，因为其实它的确，我们以公共的健康支出来说的话，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嘛。然后以公卫的角度来说，它该不该变大？你觉得要是你是政府单位，你会怎么做？你明确看到说它是一个跟尼古丁或跟香烟里面的是焦油同样等级的一个一级致癌物，是一个危害造成的公共健康的支出也是不断的在增加。我感受到你觉得你要提高，我感受到你今天一开始说我会很痛苦的感觉。对啊，因为我想要了解你的看法。我老实讲，我还是不会想要贴在那上面呢。对啊，为什么？你是那个卫福部长，你要不要推这个政策？你会衡量什么东西？因为好，这个。对，比如说我可以降低我的健保支出，降低个几百亿之类的，然后可是酒商会抗议，然后台湾的自己的酒会卖的比较不好，会有国内外酒商会抗议。我还是刚比较接近禁锢理论的说法，就是它一定还会有地下地方渠道可以拿，然后搞不好之后没有，你没有禁它，你只是贴了跟烟你说只是烟一样，跟烟一样的这个很难看的东西在它酒标上。那我就很想问，那个上面我是从它没有标志抽到有标志，长到现在这么大，我从来没听过啊。所以你觉得那个标示本身没有用？它让我唯一感觉到痛的就是每次涨价的时候，我的确会在它涨价的那一刻少抽个几包。所以价格是有用的。对，因为我讲我
我是一个烟枪，所以我每天抽烟跟吃饭是一样，它是一个必要的那个支出，对，所以等于是我在我的那个每个月薪水规划里面就会有一笔就是烟，对，这个钱就叫烟，它是不能取代的，所以。假设是这个状况的话，你在上面贴任何东西，它没有，它就是跟白饭大米一样的东西，我就是一定要买。那你涨价之后，我可能会想一下是不是要换一个比较便宜的牌子，或者是说我是不是要少抽一点？对，那换了便宜的牌子，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抽不惯。那我有没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去戒烟？老实讲，我前几次有尝试戒烟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情况去戒烟的。所以。比起在上面贴越贴越大，你直接对价格说我就抽一个超高的税，然后这个叫做就是现在的烟捐嘛，对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就是 OK 啊，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所有老烟枪的人应该都觉得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又变成一种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就是说，我用烟捐或酒捐来提高，第一个你就让可能的使用者降低他的使用的频率跟使用的量，对。然后同时我把这些钱拿去贴补我造成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酒上面要贴这个，我觉得它是同样道理，它对于一个长期喝酒酗酒的人应该是没什么作用。但我必须说，烟的那个放大的那个图示，对于年轻人想要尝试烟是有吓阻效果的。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电子烟会泛滥的原因，因为它上面没有，然后接着它口味是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对，这有一些美国相关研究可以去看一下。对，这的确哈，这是为什么？其实包括台湾到目前为止也是禁止电子烟，禁止电子烟，因为其实它就没有办法秀给你看那个。对，而且大家可以自己调一些有的没有在。是。对啊，所以酒这个事情就很有趣，但是我的确很难想象，现在大家在一个法餐 fine dining，好，那个侍酒师上来帮您配这个酒，然后这酒上面有很丑、很恐怖的那个肿瘤的照片，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对啊，但。你有想过，这是因为现在时代进展到一个需要重新去定义酒是什么东西的时代？对，的确是。因为我以罂粟为例，就是海洛因原料啊，就是或鸦片。对，你最早期去看的时候，它是神丹，它是可以麻醉用，它是很好的一种药品。对，包括吗啡这些都是。那其实一开始 cocaine 都加在可乐里面。对，那其实鸦片它或罂粟它对于人体的危害。那些早期的人不知道吗？他其实是知道的，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就有记录了，很明确的记录它的副作用，可能会让你哈哈哈哈变白痴，但他们并没有去拒绝使用它，或者是说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把它放在菜里面或什么，因为他们是量很少，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工业化生产，对他也没办法工业化生产，那真的要。对人产生影响，其实就是到真的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开始抽大烟，然后去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一个很容易就取得工业化之后很容易取得的，应该说是殖民地量产了之后，对，那这个状态就要去重新定义那个东西好不好啊？因为鸦片一开始进到中国的时候，也是以一个药材的方式进来的，但它后来被滥用，而且它变成一个就是因为英国出超太多嘛，买太多茶，对，就一直要跟中国买茶，所以我知道我要抵消那个，因为他们都拿真金白银在买茶，买到最后发现我不可能自己一直产真金白银，但是我茶要一直跟你买。对啊，他们喝茶喝上瘾，他只好对把鸦片拿来卖。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印度提供鸦片给中国，然后中国提供茶给英国，英国提供棉布给印度，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永续的。那个永续，对它永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农产品嘛，某段时间了，对，其实是其实它会变成一个手段。当你有办法大规模的来使用它的时候，它有时候在经济学上就出现了难以预料的事情。对啊，那包括现在酒，我觉得其实它也有类似的效果。其实知道台湾人是喝烈酒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来说，包括苏格兰威士忌，台湾喝最多，是比苏格兰喝的多。苏格兰威士忌就不是苏格兰在喝，是，台湾人在喝，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其实也欢迎大家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科学证据是这样，就是过往认为酒它对身体有益这件事情其实不存在的，那任何饮酒对身体都是不好的。
而且它是一级致癌物，那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怎么看待酒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想要提出来的啦。那包括刚才所说，会不会其实反而要解决的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而是就加一点钱，好，或者说用其他 nudge 的方式，好，小助推推力的方式，就是在你的社会当中开始做一些社会工程。不过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咖啡。小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我其实不能接受咖啡。我小时候也不喝咖啡，就是很苦啊，当然不喝，很不舒服啊。但没有任何理由要喝咖啡。但你长大之后就突然变得好像每天要喝咖啡的。对啊，就到某个时期之后，我大概是研究所的时候，我也差不多。我大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同学他就每天喝，我记得是念北一女的同学，他说高中的时候就每天喝了。对，那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啊，为什么要每天喝咖啡啊？对啊，对啊。然后现在我就每天喝然后我觉得酒精就是酒，尤其像啤酒的也好难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接受，好像这是一个会舒服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的转换，我也是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觉得酒是我可以接受的。当然，某一方面可能是生理上的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会进入我们的突破血脑屏障嘛，激发我们分泌多巴胺啊，然后血清素啊，脑内啡啊，让我们感觉比较快乐，然后我们的大脑自然而然记忆住这样的行为。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社会学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它会造成痛苦。那这个痛苦呢，包括你喝很多酒，你的确会痛苦。是。那这个痛苦跟它象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跟别人同甘共苦，所以说你会跟别人拼酒啊，再喝一瓶啊，喝一瓶，然后就喝很痛苦啊，然后吐啊什么的。但是这展示了你愿意跟你喝酒的这个人有一个很紧密的社会连接，你愿意把你的缺点、把你的痛苦显露给他看，然后这时候你们就可以bonding的更紧密。我感觉我们是过难之交。对，那就很像就是一起打过仗的同袍一样，就一起喝过酒，一起断片过。好，一起。当然，断片之后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检视或任何这个伤害彼此的行为，但是就是这跟吃辣是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说在社会学上有这样的说法，就认为吃辣喝酒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伤害自己的这些行为。但一起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就有一种同袍感，就大概这样，一起歃血为盟的概念啊。好，那割自己的手指当然也是，对不对？对。哦，谁要割自己的手指啊？对，会痛啊。好，那一起喝酒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是。好，那总而言之呢，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德国或是澳洲各国其实渐渐的对饮酒的限制都越来越多。好，那台湾呢，我想也有可能会跟上。好，那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不管是酒标上面是不是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警语啊，或者那恐怖的照片要不要越加越多啊？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还是说我们就是直接把价格提高，开始加入就是酒捐，越捐越多？好，但又或者是说我们要用别的方式来鼓励大家，用其他方式感到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最后要讲一个，台湾的酒其实蛮贵的，已经很贵了。对，但消费量还是很大。对，但是台湾太有钱，好，就是很有钱人就会觉得要小酌，对，然后他们有医生，对不对？好，所以完全的禁酒并不一定是必要的手段啦，因为从实际上也不太合理，除非你今天突然被什么世界被颠覆了，被颠覆了嘛？一下全国人皈依某个宗教。但我觉得我们要具备它其实是有害的正确认知，就是不要再有那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说什么小酌一杯对身体其实是好的，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其实会影响很多人，好让很多人开始接触酒，或者说甚至越接触越多。然后有这个正确认知之后，再自行权衡，然后包括要不要支持政府去更严格的强制金下，这些或者说增加我们说的这个税啊，
酒捐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就要看公卫单位还有整个社会氛围怎么评估这个风险。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到底酒类危害是否已经到了强制惊吓的地步？你怎么看呢？好，那你对酒精管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有什么经验想跟我们分享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聊到这边。这里是思想实验室，我是执行长国威，我是主编盛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